大家好。众所周知，赵丽颖、王一博都有3个超典型的共性，那就是一都没有背景，二都得靠自己一个人去打拼，一个人走下去，三都是超典型的招黑体质。招黑以及不受某些人待见的原因，两个人也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您支持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都欢迎您为他们打 call 点赞。为了他们一路上的坎坷人生、心理上的煎熬以及万千的不容易，很明显他们不是超人，也是肉体凡胎。虽然心理素质都是异常的强大，但无可否认的是，没有热爱和支持他们的粉丝去成为他们背后那源源不绝的力量，他们很难坚持到今天。所以让我们一起加油。赵丽颖作为乡村出身的孩子，在不少门第观念很深、有色眼镜很沉的吃瓜人眼里，根本就不适合待在娱乐圈。就像王宝强的遭遇一样，似乎这些苦孩子就应该待在农村，做个籍籍无名的打工者，或者安安分分的庄稼汉。所以当赵丽颖逐渐从草根脱颖而出，快速实现了翻身之后，她的苦出身便跟没教养捆绑到了一块儿，成为了脱不去的歧视的标签。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妥妥的见不得别人好的酸葡萄的心理。也就是说，你既然成功改变了命运，那么我就在你永远无法改变的出身和学历上大做文章，寻找我那仅存的却又可怜的心理优势感。至于说总有人矫情说赵丽颖工于心计，我倒想问上一句，在尔虞我诈的娱乐圈，没有大脑傻里傻气的人能活得下去吗？能不断的上位吗？心计这个词儿虽然多是贬义，但也是生存的刚需。只要去掉这个词当中那些不怀好意的成分和水分，它的代名词就是妥妥的褒义词了，就是小心翼翼了。只有处事有分寸，凡是小心翼翼的人，才能在娱乐圈的大染缸里保全自己，才能在各种造谣和诋毁当中不断的进步。赵丽颖就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她从未想过去贬损别人，去抬高自己，如果有，也只是别人的抹黑和杜撰。赵丽颖在成长过程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性抹黑事件，就是这么一出莫名其妙的指鹿为马、指白为黑的典型冤案，简称袁姗姗事件。这事儿发生在2013年5月11号，当时正值陆贞传奇热播，赵丽颖跟着大火了一把。于是乎，赵丽颖和陈晓一同被男左女右的节目组约请。那时候传闻两个人私下交往甚密，虽然两个人当时并没有公开回应，却实实在在地勾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和遐想。当时男左女右的节目中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陈晓被要求向一位异性的朋友打电话，陈晓于是乎选择打给袁姗姗。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因为袁姗姗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连线到了一个完全没有隐私、属于大庭广众的公开场合，所以袁姗姗在毫不知情、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以相当调侃的口吻问陈晓有没有变帅，如果变帅了就怕自己会喜欢上他等等的俏皮话。这时候名嘴赵小刀就出场了，他明显是害怕这个大条的袁姗姗口无遮拦自毁形象，于是便善意的从旁插了句话，他说：姗姗你好，我是丽颖啊，我也在旁边。这妥妥是在提醒袁姗姗，请注意娱乐的陷阱，请注意说话的分寸。结果完了，节目播出之后，四面八方的黑心人迅速蜂拥集结起来，直戳赵丽颖吃袁姗姗的醋了，是见不得袁姗姗和陈晓打情骂俏，真的是天拉鲁的。这些坐等陈晓尴尬、袁姗姗出丑的人，就是因为赵丽颖的好心提醒，打翻了他们手中那个等着看别人笑话的瓜。于是这些人便干脆恼羞成怒的把她诬陷成为了一个见不得别人好的暗黑小人。逻辑就是因为赵丽颖喜欢陈晓，所以当时就吃醋了，所以就打翻了醋坛子，故意要让袁姗姗出丑。天拉鲁的，
所以这赵丽颖的好心反倒是成了莫须有的罪名。赵丽颖明明在提醒袁姗姗小心大坑，结果就成了赵丽颖推袁姗姗进入了大坑。所谓谣言猛于虎，真不是盖的。这就是赵丽颖被黑的最早也最惨的一次冤案了。说到这儿，您看出来了没有？黑粉的特色是什么呢？欢迎您暂停一下，在评论区中畅所欲言，然后再回过头看一看，我有没有说对，有没有说到您的心里面去。那么黑粉的特色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妥妥的不喜欢你就骂你各种的莫须有，看不惯你就让你赶快的滚出娱乐圈。跟着背景相似同病相怜的王一博也好不到哪儿去。所谓成名之路千万条，被踩被黑第一条。和赵丽颖出身相近成名雷同的王一博也不例外。自2019年6月份的《陈情令》播出之后，当红炸子鸡王一博就同样落入了指鹿为马指白为黑的冤案当中，一度被人黑了8天8夜。请注意，是纯粹的尬黑，也就是一张真相图都没有，不实的内容全靠编。有意思的是，王一博本人一声不吭，只是低头往前冲，用自己的成绩和进步去回答了那些无脑和无良的抹黑，表现得相当出人意料，成熟而老练，淡定而有力。说实在的，这次8天8夜的尬黑事件是一次超典型的造假营销号的狂欢，围绕王一博的话题都是各种无中生有的恋情，各种消遣乐华太子的梗，以及又是毫不意外的疯狂8同款的经典 CP 梗。跟着在黑粉的眼里，因为王一博的学历低，所以他的情商也跟着低，所以在给汪涵写的感情信中错字百出等等等等。还有那些曾经搭档天天向上的女嘉宾，以及拍戏合作过的女嘉宾，齐齐投诉他吸血蹭热度等等等等，您信吗？甚至还有一段精修的《陈情令》9分钟花絮，都直指他不地道的内涵了肖战，以此类推等等等等。总之都是各种脑洞大开的 PS 和杜撰。更惨的是，有些黑粉干脆连祖宗18代都上了，诅咒他比赛出事，诅咒他坐飞机失事等等等等，相当的恐怖。人性的黑暗和扭曲大到可以吞噬掉整个太阳。说了这么多，或许您会跟我一样惊叹于这个世界之大，大到容得下这么多的丑陋的内心、谣言的黑洞和心理上的黑暗。没有强大的内心，注定会被这些黑暗吞噬的尸骨无存，就跟100年前的阮玲玉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为数不少却又偏偏跟你毫不相干的人，需要去排解他们内心的低趣和无聊，需要去吞吐嘴边那些无边的怨气与恶意。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无论这个王一博还是那个赵丽颖，或许一辈子都不可能跟我们交集，就像那高悬苍穹的太阳不可能与夜晚的群星产生轨道上的交集，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光亮，也有温度。当我们的声音汇聚到了一块的时候，就能彼此温暖，彼此照亮。所以不要收起您的点赞和支持，该点赞时就点赞，该举报时就举报，因为他们身上的正能量可以深刻影响到我们，而我们的正能量同样能够帮助到他们。赵丽颖说过一句充满希望、永远向上的话，这句话没有高言大志，没有奇景绚丽，只有不一样的斗志。她说，即便是一棵小草，也要有长成大树的心。如今说过这句话的他，果然从草根阶级的小草蜕变成为了励志无数、影响万人的可爱的大树了。您会不喜欢这句话吗？每个人都注定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但我们的理想却可以一样，就是努力向前，不断向上，再向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王一博那样不去争辩，用成绩说话的洒脱，才能学会赵丽颖那种无惧黑暗，靠自己发电的
拼搏。无论如何，无论您喜爱赵丽颖还是佩服王一博，都欢迎您顺手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和祝个福。您的所有鼓励和支持都不要收起来，麻烦您拿出来说出来，因为爱就是力量，赞就是传递。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总有最随性的想法、最特别的视角、最细腻的感动以及最温暖的祝福。多谢您的时间、鼓励和参与。由程耳编剧并执导，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周迅、黄磊特别出演，大鹏、王传君、江疏影、张婧仪主演的电影《无名》票房突破了9亿，相当不容易。春节档6部新片同一天开启预售，《无名》在前几天的预售票房很高，但是院线并没有增加《无名》的排片。春节假期过后，《无名》的上座率一直高居第2，仅次于《熊出没》，但院线还是没有增加《无名》的排片。如果《无名》的排片能稍微多一点点，票房早就突破10亿了。即使《无名》最终票房突破10亿不可能，但王一博依然算是逆天改命，打了很多人的脸。《无名》的票房曾经被预测不超过6亿，王一博曾被质疑演技不行，但是看了《无名》之后，观众才发现王一博的表演超出了预期，演技扛住了大荧幕。程耳在采访中力赞王一博，称他已经是优秀的电影演员。程耳找演员主要是看形象、谈吐、聊天，王一博经受了程耳的考验，说明他对角色的理解很透彻。程耳导演的原话是：王一博现在可以算是优秀电影演员了。我寻找演员主要是看形象、谈吐、聊天，形象要符合我剧本中的人物。我不试戏，就是与演员聊天，观察演员基本状态。我在聊天的过程中去捕捉演员的真实内心。至于在拍摄中，我很清晰每位演员表演呈现出来的状态和我写剧本时要求的状态是否一致。我对每位演员的要求就是和我剧本呈现的人物状态一致，因此在我的电影中，演员表演状态很难跳出戏外。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最后这一句真的是导演和演员的双向奔赴了。也就是说，程耳不允许演员跳出戏外，王一博盯着程耳眼睛的时候也很难跳出戏外。一向遣词达意、文笔不错的程耳导演，这个说法跟无名的剧情一样，走不走心一眼便知。所以王一博并不是文盲，只是路演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回答同一个问题，日复一日的舟车劳顿使然。通过 Z1 我深八硬核的影帝梁朝伟的巨尴尬问答模式，我们都能进入一种叫做真实还原的场景当中。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能来事、能接事的团队而已。王一博演过很多电视剧，但是电视剧不需要路演，而无名是王一博担任男一号的电影中第一部上映的。随着长空之王和热烈的上映，相信王一博的历练会越来越多了。本来长空之王是王一博第一部上映的电影，去年国庆档准备上映，但是突然撤档了，如今计划于今年5·1档上映。长空之王由刘晓世执导，王一博、胡军于是领衔主演，周冬雨特别主演，是一部主旋律电影。长空之王的预算、品控和质量不如无名，但是去年国庆档这个档期好，今年5·1档的竞争对手很多，比如灾难片、惊天救援、喜剧片、人生路不熟、犯罪片、检察风云等。Z1我相信长空之王的票房依旧是乎拼命三郎的拼命和摩托姐姐的用命了。由大鹏执导，黄渤、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热烈》官宣将于暑期档上映，但没说是哪一天。这是一部讲述街舞的电影，长空之王和热烈将是王一博接下来很重要的2场考试。如果投资人挣钱了，那王一博的电影之路就更稳了。当然了，进入到这个诡异的2023年，即便今年的蛋糕貌似变大了，但风险也加倍了，相信您也是有目共睹了。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冬天的无名，梁朝伟社恐，周迅嫌人多都没有进行线下宣传，程耳那是一步步从社恐变成社牛，王传君那是不问就不说，张婧仪也不怎么说话，除了王一博一定要开口，还就大鹏能 hold 得住场面。今年春天的长空之王，王一博是绝对的一番，到了宣传期他是逃不了的。周冬雨是特邀，不一定到场，胡军也不是一个话多的人，能指望的就只有王一博了，他不得不再次披挂上阵，反复被 Q。而今年夏天
那可就不一样了。季节性的热烈属于来钱来势的大鹏，这片名热烈，这人也热烈。大鹏在无名宣传时的能说会道、喧宾夺主，大家都看到了。更何况还有超级社牛黄渤在，那估计王一博可以在旁边安静聆听，然后配上标准的括弧笑，或许终于可以不需要再次强行营业，被人死磕和诟病了。赵丽颖一路走来出演的作品跨度还是蛮大的，但有一点她始终不会变，那就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她每一部戏都接得恰到好处，而且随着自己的不断成长，每一部戏都让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总之，她演什么就是什么。当社会观众们需要甜妹的时候，她可以转身就是甜妹；当观众需要甜妹也有颗大心脏的时候，她也真的有颗大心脏。她好像总能凭着自己敏锐的感觉去感受到时代的风往哪里吹，于是她硬生生的把自己磨练成了那个等风的人。在自己人生最红火的时候，她转身结婚生子，并未给大家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可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他也选择好聚好散。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只想说10天如1秒，10年如1日，认真接戏，维持美丽，保持健康。观众只是觉得眼前的赵丽颖才是女明星该有的样子，她身上最厉害的地方，其实是她那种洞若观火、沉默如我的清醒。Zman 我之前也大量提及赵丽颖的眼泪，毕竟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是泥巴做的。水纯澈透明，滋润万物，奔腾不息，而水在流动的过程了，或会裹着泥巴一起向前，这就是看不见的力量使然。而这个泥巴就是指男人，所以水做的女人变强大的方式，并不一定非要是永远被人看见勇猛和果敢，反而当一个女人不害怕自己流露出那些软弱的时候，才更让人觉得坚韧无比，因为流露了出来，不再遮遮掩掩，允许她大大方方地暴露在阳光之下，更默许她汇入生命这条最长最宽的主干道。从此你的岁月河流就将变得更丰富好看了一些。要允许自己软弱，要允许任何一个女人的软弱被看见，因为强大就是在解决好这些软弱时刻的过程中慢慢疯长出来的。所以今晚我在开篇野蛮生长，也就是风吹半夏的时候想了很多，也讲了许多，所以这就是风吹半夏这部剧带给观众最震撼也最真实的地方，仿佛大家看到了赵丽颖重生后最真的自我对话。或许从这部剧，从她身上，每个女人或者感同身受的观众都能一目了然地看清楚生活中什么才是假软弱，什么又是真残酷。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常说，当我们远离了尬吹尬黑，无论真实的赵丽颖还是真实的王一博，其实都是每个人难得的自我借镜和自我对话。您说对不？